正手怎么不说呢？就喜欢正的是吧？这个酥酥麻麻就是给我的手部按摩啊，而且我发现它并不是止于左边这个摇杆这里，它是整个左边上半部分全都在震，全方位啊！那韩宝很喜欢，看来。我觉得他们俩中间好像不是很合适。你这店不行呀！91怎么了？啊，91怎么了？不要说了，那你当91去吧。不要说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是 iPhone 17 Pro Max 4823的电池，还有 iPhone 16 Pro Max 啊，现在电池是4685，好像是。这么强大的两台手机，当然得配一个强劲的对手了。我们选择了天下无敌的华为 Pura 80 Ultra， 又无敌，当然无敌了。我5700的电池，你除了续航还有什么无敌？垃圾。什么叫除了续航？无敌？什么叫除了续航？还没开始你就除了续航？我可以很负责任讲，我续航就是比你屌。还有我一开始就敢说，你知道吗？你敢说吗？你要被我暴打了怎么办？我吃屎。好，早就想吃了是吧？主要就是爱好这一块啊。测试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iPhone 的电池设置啊。16 Pro Max 和17 Pro Max 它们是不一样的。我的17 Pro Max 默认打开了自适应电量，但是16 PM 没有，所以我们都把这个自适应关掉了。今天的天气也是十分的凉快啊，感觉就这3台手机都没什么压力啊，就不得不提某一台垃圾手机了。就这个17 Pro Max 到现在还没有适配好，它的王者呢最高只能开60加极致啊。是我们拍的这天没有适配好。那你后面就能适配好了吗？后面肯定就适配好了呀，可能适配好了，肯定。那16 Pro Max 同样是更新了 iOS 26，它怎么适配好了？它去年也是那样事儿。你又开始自适应了。那么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三连关注。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测试啊，先来打王者荣耀。我刚打开王者黑屏了。牛逼牛逼，这就是最新的旗舰手机。好了，你看。我靠，这都没有适配好啊！我不黑啊，非常的清楚啊。你很粉。没想到17 Pro Max 这么的拉呀，刚开机就翻车了呀，垃圾！不，也有可能是我们这台有问题啊，我们到时候就是事后换货。又有问题了，我们他妈天天都买的有问题了。我们去年那个16 Pro 就很有问题啊，这台说不定啊，直接换货啊，屏控不行。反正我们买的都有问题是吧？对啊。好。我们王者荣耀的设置就是开60帧加上最高的画面质量，3台都是一样的啊。这把负载全统一了。因为3台手机它们的最高负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全部统一一下。如果在这个60加极致的负载下，它们还出现掉帧的情况，那一台我们就直接开喷，好吧？主要是现在风很大哎。对啊，很凉快。你什么段位啊？我什么段位啊？我最强白银。你呢？我是王者呀，包是王者的好吧？你呢？我没注意，我忘记了，最近好久没玩了。你不是高手吗？怎么会忘记呢？在这个进游戏的界面，我看一下亮度啊，是右边的华为最高啊。那当然是我们遥遥领先了。我们3台手机都没有贴膜呀，而且它们的壳都是透明软质硅胶壳。好，开始了。你们2个 iPhone 要调一下的。2台 iPhone 进游戏的时候是默认打开游戏模式，但我们俩都关掉了。我们3台手机打游戏都是开了一半音量，声音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这个华为 P280 Ultra， 就我左边摇杆这里感觉好震啊，非常正手，酥酥麻麻的，它在给我按摩啊，非常喜欢吗？喜欢吗？非常喜欢啊。我们不震啊，一点不震啊，我们很正常。但其实我喜欢震啊。我这个16 Pro Max 啊，就是在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游戏设置的问题，就是它在往下的时候，它会往上先偏一下，就老往上跑。对，看。哦，看到了。这就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呀。你这不就是触控问题吗？我靠，这不能。什么游戏设置的问题啊？我们其实是都一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游玩过程中啊，它时不时会有一点点卡顿的情况，就是卡屏的情况。60帧好像就会比较卡。哇，手感很差，好吧，一坨屎。你觉得卡吗？我也觉得有点卡，但是刚才我好像有着21帧。没想到还有高手啊！我最高是20，我最低是55帧，就打激烈团战的时候，平时都是60啊。我好像闪了一下21帧。你怎么还会掉到55帧啊？就人比较多嘛，多人就这样。有点难打呀，这把。还是你辅助的好，牛逼啊！高手就在那边非常认真啊。你拯救得了这把游戏吗？我不好说啊，这个人物就是移动的时候非常卡顿啊，为什么？设备问题是吧？感觉人很难往下拽，你知道吧？这把王者荣耀我们打了13分钟，这是17 Pro Max 最低看到过一次21帧。我感觉它是网络卡。也不好说，可能就是屏幕卡，而且这60帧玩起来特别不跟手，特别拽这个感觉。然后我这台16 Pro Max 啊，就是全程其实网络和帧率是没有什么波动的，但是呢，玩起来非常的不跟手啊，而且这个人物移动好像是有点 bug， 体验非常不好啊。猜就多练好吧，那么多理由。我这个华为用起来很舒服啊，但是没办法，只能开60加极致，这个卡顿是难避免的。然后打团的过程中呢，如果人特别多，它会降到55帧左右。正手怎么不说呢？就喜欢正的是吧？
这个酥酥麻麻，就是给我的手部按摩啊。而且我发现它并不是止于左边这个摇杆这里，它是整个左边上半部分全都在震，全方位啊！那韩宝很喜欢，看来。好吧，我们第2把再打一把吧。我觉得他们俩中间好像不是很合适。打了10分钟啊，我这台 iPhone 16 Pro Max 帧率跟网络是没有什么波动的呀，但是还是不跟手，跟上把情况一样。iPhone 17 Pro Max 网络帧率没什么问题啊，也是有点不跟手，60帧就是塔的。俺也一样，但是我这把非常的 carry。谁问你了？现在11分钟53秒的时候，我的 iPhone 16 Pro Max 短暂的出现了一次121的这个延迟啊，大概有3秒钟的时间吧。它刚出现的时候，我也出现了，一模一样。家族式设计，好吧？那还得你们 iPhone 啊，打个60帧都能卡，在这么空旷的地方。又460了。哦，哎，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我也460了。哦，看到了红色。哎哦，那我华为怎么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一直绿的。这个商场信号这么好，你还红色？我们在这种半户外啊，半户外啊。iPhone 用户都喜欢室内吧，不喜欢室外，好吧？这卡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呀。好，这把游戏打了21分钟了，然后呢，我这台 iPhone 16 Pro Max 网络中间是有2次波动，还是不跟手啊。俺的游戏表现和16 Pro Max 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暗啊？打完游戏就变暗了呗。就你现在14 Pro Max 是最暗的吧？对，刚刚都是左右两台手机的亮度啊。以下犯上了啊，垃圾。那14就是最差的啊，它网络也有问题，亮度也最暗。华为就是亮度稍微暗一点，但是它的网络没有任何问题啊。瑶瑶你先。今天不暗了，就是刚刚那角度的问题。啊，我怎么4G？你们4G 啊？啊？这里为什么会是4G 网呢？我这台16 Pro Max 也是4G 啊。啊？完了呀！华为是5G，遥遥领先啊，这信号啊。家族式设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小点声好吧，小点声。那我们赶紧来测一轮信号。我们现在准备来测一下网速啊！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5G 啊，华为是5G，它们的自动亮度我们已经调过了，就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了啊，重新开关过了。我们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这个华为的微信视频是调用的原相机啊，它甚至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切换镜头啊，2台 iPhone 是不行的。好，我们3、2、1发送。啊，华为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导出了，我感觉是26的问题 ，iPhone 现在要导出。哎，17 Pro Max 快一点，华为已经发完了都。啊，16。哦，16 Pro Max 更快一点。等一下，你这电量怎么回事？你不是最多吗？你不是应该最多吗？华为现在是92啊。iPhone 17 Pro Max 是93啊，16 Pro Max 哎刚刚跳到90了，之前是91的。现在我们准备来下载一个一致大小的文件啊，都是5G 啊，还是2、1点。好，我们来看一下速度啊，华为都要下完了都。华为爆快，30多兆。不是你怎么抢完了呀？华为抢完了呀？这不应该的吗？对付你们这2个菜逼。好，华为已经下完了。遥遥领先2台 iPhone 都只下了40%几吧，大概。华为下完之后，你们俩速度有变快吗？好像并没有啊。而且大家是可以看到16 Pro Max 的这个环境测自适应，好像是没有17 Pro Max 这么黄的，17 Pro Max 要黄一点啊。人格是黄的没边了。哦，激活同时，有这么准的吗？这么同时啊？现在我们在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刷抖音啊。很明显，这个 iPhone 呢就是一个单卡单通的手机。25年啦，都快26年啦。那么这个环节我们就快速过一下，大家欣赏一下我这台华为的抖音吧。慢刷没有什么问题，再快一点。哎，快一点，感觉有一点点不太跟手的感觉啊。它这个点赞还是会慢一点，那表现就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了，不用再测了。这2个 iPhone 就完犊子了。我们在这里打了王者，测了信号，17 Pro Max 还有92的电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89%的电呀。华为还有91的电啊！现在是中午的11点01分，我们使用了1小时3分钟的手机了。你这电不行呀！91怎么了？91怎么了？不要说了，那你当91去吧。不要说了。现在我们3台手机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到中午吃饭的地方。他没有麦，不让他说话，我们赶紧走吧。我这个华为鸿蒙依然没有适配啊，它的高德是没法用小窗的，所以美团呢我们就晚点再刷。其实我们 iPhone 也差不多，但是它有联动岛。你有联动岛吗？啥都没有。联动岛你也没有。我这鸿蒙还在初创阶段嘛，理解一下。6都发布了还初创，理解万岁。我们刚刚已经走了700多米了，3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导航是让我们直行啊，我们一不小心走错了，选择左转，看3台手机会怎么反应。你是不小心的吗？我是故意的呀。我们现在已经走了离路口大概30多米的距离吧。
没有任何变化呀。都没变啊。都没变，感觉表现很一般啊。我们又往前走了几米，3台手机定位都同时变化了，但是我们一停下它就会倒回去啊。我们继续走吧。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啊，3台手机现在都规划了。我的规划的是回头走啊。我的16 Pro Max 也是回头走啊。它在那就规划了啊。17 Pro Max 其实是比较早的。对，不愧是旗舰机啊，3台机器的表现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其实是在路边呀，但是它给我们规划到了上面去了呀。对，路上面去了。而且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亮度啊，左边的16 Pro Max 是这3台手机里面最高的，17 Pro Max 的亮度是没有16 Pro Max 高的，肉眼看是这样的但是最低的就是这个 Pura 80 Ultra 了，怎么办呢？应该小声一点了吧？看得清啊，看得清。你就看得清啊今天这个天气，这个亮度是完全够用的。啊，完全够用了啊。到时候你电量上的最多。那之前不是你最爱吗？你狗叫什么？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现在17 Pro Max 和华为 P280 Ultra 都规划路线了，让我们往前走。但是16 Pro Max 还是没有规划呀你一。个人走吧。走吧，好嘞拜拜。 ，OK。哎，我最好现在。回归原位了。对啊，你最好了。好了 ，OK， 大概10米左右吧。导航现在让我们右转呀，我们还是一路向西走吧。我走最前面，肯定是我最好。大概往前走了有个30米的距离，它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又给我规划了呀，给我规划到一个掉了。头的路线啊。。对对对，你呢？华为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新机怎么就这样呢？新机反应就是慢了。那就他们2个走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俩待着了啊。嗯，他们俩本来就是哎，规划了。 17 Pro Max 好了，好了，都好了。好了一。样的敏感呀。哎呦，这2个人太同频了呀！我们俩往前走了不到5米啊，他们俩都重新规划路线了，而且是一个往前的路线啊。哦而且现在华为的自动亮度就高很多了，叫啊，都就亮起来了是吧？叫啊你。敏感呗。可是 iPhone 16 Pro Max 现在是还没有规划向前的还是往回路线呢，走了呀。那又你走了呀？哇，好孤单呀。我这 iPhone 它冲着天屏幕就明显亮很多了，啊，就比较敏感呗。很合理，很合理。敏感肌啊，然后这个16 Pro Max 呢，我们已经向它走了，它已经快到这个小学门口了，挺远的了。不大行了。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重新给我规划了一条往前走的路线。你这期间的实时位置是对的吗？位置是对的，但是规划速度确实挺慢的，不敏感同是 iPhone 这个差距还是有一些的啊。没有新但人敏感。是朋友们，这个16 Pro Max 的位置是对的啊，17 Pro Max 跟华为 P280 Ultra 的位置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对的。向里面走的其实不太正确。你的更不对一点，我的还好一点。爱上学是吧？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路口，行进过程中呢，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现在我们停下了，他们都在马路对面，因为他们规划的路线也都在马路对面了。我们现在又走起来了，可以看到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华为这边啊是对的，17 Pro Max 是对的，16 Pro Max 也是对的往前又走了20-30米，这个17 Pro Max 位置怎么又跳回去了？又错了。 ，16 Pro Max 是对的啊，华为也是对的，华为也是对的。你这个17 Pro Max 怎么就低人一等了呀？喜欢跳动是吧不？明白呀。这么喜欢跳啊？我帮他回答了，没有适配好。刚刚那条路走到一半的时候，17 Pro Max 的实时位置就错了。我们过了路口，它还是错的。但是呢，现在3台手机也都错了。因为我们停住了，你没有调理过是吧？没有。那走吧。我们已经来到这个调理点了，刚刚只有17 Pro Max 短暂的对了一下下，现在他们3个都是在原来的位置上的。我们走起来吧。对了你好了没，17 Pro Max 对了。 17 Pro Max 对了，16 Pro Max 呢？也对了吧？对的。位置是对的，位置是对的路线没有规划。啊，走起来就都对了哈。我们导航了37分钟，终于到了目的地。整个导航过程中，iPhone 17 Pro Max 有一节的实时位置一直是错的，其他的话它表现就很中规中矩吧。那我这个华为就更中规中矩了呀，就它规划速度跟定位呢都一般。我这台16 Pro Max 呢，前期的这个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呀，后面的规划速度其实就有点拉了呀，很慢。整个导航过程中，iPhone 17 Pro Max 亮度都会低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冲天的话，就会提高了，就算比较敏感吧。总的来说，这3台手机的导航表现都是那种中等，稍微偏差一点的吧。我华为的亮度在经过阴凉处的地方，它反而会提得非常明显啊，感觉这个亮度策略有一点迷，然后整体的亮度呢也是偏低的。现在17 Pro Max 还有82的电。 16 Pro Max 还有79的电。华为还有85的电啊，遥遥领先啊！现在是中午的12点12分，我们已经使用了1小时45分钟的手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信号吧。你饿了？啊，不是你们饿了吗？今天厕所里面就是我们3个了。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有一会儿了，我们都已经开关了自动亮度。现在16 Pro Max 2张卡好像都没有信号了记掉了。，17 Pro Max 显示好像有一点信号。华为呢是4G 2格，那我们先使用联通卡来打个电话吧。 3、2、
1。我点开了，不过华为很快通了。两台 iPhone 都没有动静了，虽然我华为点开了一点点，但是很明显已经比两台 iPhone 快了啊。两台 iPhone 都没信号了。啊？我们可以速通了呀，今天。我们现在进微信了，两台 iPhone 都显示没有网络连接，华为是可以的啊。我们来试一下吧。我们现在微信来发送一个表情啊，3、2、1，点。华为是发出去了的。iPhone 还在转呀。OK， 那我觉得你们 iPhone 可以退出了。我们来看看华为的上限在哪里啊？联通卡。三台手机都已经进微博很久了，大家都刷不出来新的东西啊。那么华为的上限就这样了，它顶多就打个电话、发个消息什么的。我们现在来换电信卡吧。我们先用电信卡来打个电话，3、2、1，点。好，17 Pro Max 已经呼叫失败了。16好像有一点点信号。哎，你这华为呼叫失败了，快打！什么情况啊？哦，16 Pro Max 有呼叫失败了，就剩你了。我觉得华为还是可以的，我再试一次。啊，打通了。我们现在进入了微信界面，两台 iPhone 还是显示网络不好用啊。你看它上一台都还在发呢，上一台消息还在发，还在转。我们现在使用微信来发3个表情啊，3、2、1，点。华为一下又发出去了。两台 iPhone 之前联通的都还在转呢，电信的也还在转，废了。有一说一，这个17 PM 的屏幕是真黄呀。环境热支声音比较明显啊。我们已经进微博有一段时间了，两台 iPhone 还是不行啊，然后华为已经刷出新的了，我刷新一下。但是也没有图片。会加载的比较慢啊。iPhone 彻底记了。能刷出新的，但是图片加载会稍微有点慢啊。我们现在准备来刷抖音，一进入这个抖音界面，两台 iPhone 就显示网络错误啊，已经告别了赛场，现在只剩华为了。但是它加载有点问题的啊，你看。也刷不动哦，这不一样吗？这不刷出来了吗？再刷。加载会稍微有点慢，但是能刷出来新的啊。华为牛逼啊！华为还是屌一点。但是这两个 iPhone 怎么都不会上一次的 iPhone 17呀？好的，那么在这个厕所呢，不管是联通还是电信啊，华为信号都是爆杀另外两台 iPhone 的。iPhone 就是两张卡啥都干不了，然后华为呢，联通可以打电话跟发消息，电信卡信号还是表现非常好的，遥遥领先啊。一无是处的 iPhone 呀。你不用 iPhone 的吗？我刚在外面等你们，我只看到那个群里面他的信息发出来。我觉得这玩意儿也太玄学了吧！这两台 iPhone 还不如上次的 iPhone 17 Pro 了个寂寞吧。这17感觉也没有什么升级啊，信号一如既往拉着。不是说17系列信号变得特别强、特别牛逼了吗 iPhone 17特别强 ？iPhone 17特别强是吧？今天早上信号好的时候不也差不多嘛？那个下载速度。好的，现在我们到第二车库来扫一下墙上的微信支付二维码。三台手机现在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啊，来吧，3、2、1。哦，右边的华为第一个出来。耶，这个16 Pro 怎么回事啊？有点对不上。它为什么对不上啊？还没反应呢？没有啊，反光吗？没有反，这里有什么光可反啊？它很糊啊，这个好像没有切镜头。它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我们重新来试一下吧，重新来试一下。朋友们，我们准备再来一次啊。但是这个16 Pro Max 感觉它切到超广角的，它很糊啊。但是中间的这台17 Pro Max 呢是已经放大了，华为也放大了啊。那我们就不管，他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3、2、1走。哦，两台 iPhone 几乎同时烧到。哦，这一次是16 Pro Max 先出来了。反正华为是最快的吧。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了啊。两台 iPhone 都放大了，华为这边暂时是没有动静的。来吧，3、2、1。哦，华为也放大了。哦 ，iPhone 放更大了。哦，华为先扫出来了。牛逼！牛逼啊！而且这个16 Pro Max 的放大确实很不积极啊。对。那我们往前走吧。你看这个17 Pro Max。它怎么回事了？怎么就对不上焦了呀？离得太远了。你点一下，你点一下。帮我点一下。点哪里？点下面。耶，你看。哦，它怎么还是糊的？但是都还没扫出来啊，那往前走吧。哎，什么好比的？就被华为爆杀了呗，是吧？这也太糊了，这放大。哦，16 Pro Max 出来了，17 Pro Max 为什么？没适配好，没适配好。没适配好，那你再往前走吧。张小龙的问题。它缩小之后再放大还是很糊。啊，看到没？这个很糊啊。很 Q 弹啊。扫得到嘞。得离多近啊？哦，就是到1米那个地方了。我的天哪，这反向升级了。朋友们，我们已经到这个非常暗的地方来扫一下二维码了。现在可以看到最右边的华为的取景框是非常的亮啊。夜视仪。对，然后其他两台就几乎看不着，好吧。来吧，3、2、1走，1米的样子。哇，华为秒扫。这两台
左边的16 Pro Max 好像是放大了哦，它扫到了啊，这是灯亮了，朋友们，这灯亮了17 Pro Max 才扫到的啊。我们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4米的样子了，来吧，3、2、1走。华为又是秒扫，而且华为很早就自动放大了。对，好强啊！你看，我们把这个灯忽亮了之后，两台才扫出来的啊。就他们还是需要一些亮度的。对，这扫码目前都是华为单方面爆杀啊。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了，照例来两把金铲铲。两台 iPhone 的游戏模式都已经关掉了，默认都是开的，他们的画质只能开到60加超清加极高的画面质量。你迁就一下吧，好吧？它也那样，我也那样，我们可以看到这台 iPhone 17 Pro Max 刘海这一块是没有适配啊。对啊，你看这个地方是遮住了的。16 Pro Max 是没有问题的。这发布了已经几天了？才5天吧。发售了5天了啊。我们这游戏打了10分钟了，现在17 Pro Max 还有75的电。华为还有78的电啊！现在是中午的12点50分，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14分钟手机了。我这台拉中之拉的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70%的电呀，掉完了，尿崩了。你刚刚那么大一声，把我吓到了，好不好？把你吓到了，怎么了？我受惊了呀！被你吓受惊了，你受惊了。对，哪里受惊了？哪里都受惊了呀！高手又在查攻略呢。没有啊，那你在干嘛呢？回消息，回哪个女朋友的消息？反正都比不上你这个正宫啊！当场来磕 CP，感觉怎么样？我想加入他们。我这把本来要赢了，结果遇到那个3星5费。菜比别人无敌了，我们可以点的。我9虚冲，我张张，我在地呢。他早死了，他老发。这把游戏打了31分钟。你第5名啊！你这真是菜啊！我的17 Pro Max 只有66的电了。我的16 Pro Max 还有62的电呀。华为还有71的电啊，完全不带吃的呀。16 Pro Max 还是有点温热的，现在是19度啊，有点温热。17 Pro Max 差不太多啊，也还有点温度的。Pura 可能跟16 Pro Max 差不多吧。17 Pro Max 反而还是最烫的感觉，这怎么回事呢？我咋知道没有适配好啊，没有适配好。肯定没适配好啊。没有适配好怎么办啊？上站还要一会儿，估计要10分钟。那我们就来刷会美团吧。我们来刷美团啊，左边是17 Pro Max 啊，右边是16 Pro Max 啊。滑动流畅度没什么区别，是中间的华为最流畅啊。他们俩都是8人是吧？对，而且都没有这种加载的问题。但是华为这边呢是会加载时间稍微久一点啊，就华为在中间就显得非常明显啊，那个流畅度是高很多的。现在屏幕亮度也是差不太多，但是华为的颜色会显得比较冷一点啊。3台手机都是有环境自适应的啊，华为这个里面叫自然啊，他说显示色温自动适配环境色温。朋友们，我华为刷这个美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 bug 啊，你看它加载要好久，然后镜头要不动的，我加载出现问题了吧？这确实感觉太慢了，有点。这在商场里面加载怎么会这么久啊？两台 iPhone 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16 Pro Max 啊，没有问题啊。对，它加载是没什么问题的啊。17 Pro Max 啊也是会有一点点加载，但是也不是很久啊。我点也点不进去，你看没？啊，点都点不进去。点是没反应的，镜头条也不动了。你的华为开天地呢？啊，点都点不进去点不了，返回也返回不了。啊，最强，最强。真强真强，然后返回桌面闪退了，不是是我返回桌面了，然后它会卡一下。它响应的这么慢吗？你看，这动画也卡，动画很卡。我重进一下。哎呀，华为软件退出重新之后，现在好了。你看现在加载，它这个会转的，而且加载快一点，并且也是能点进去的。刚刚估计就是卡死了吧？刷了大概10分钟吧。我这台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58的电。后盖就是有点温热，对，刚刚摸了一下啊。华为后盖也是温温的，然后它刷的时候呢是出现了加载方面问题啊，感觉应用有点卡死了。华为现在还有67。17 Pro Max 刷的还好吧，没什么问题啊，现在还有63的电。那么现在菜已经上去了，我们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点照片吧。我拍照前想问你一下，你要菜这么摆，就是想让我站这儿拍呗？不是我摆的呀，你刚刚要服务员这么摆的？我没有让他这么摆。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1倍拍全部的菜，2倍拍单个的菜了。我觉得17 Pro Max 的这个取景框显得要稍微黄一点啊，也可能是屏幕吧。16 Pro Max 这个就是典型 iPhone 吧，其实都是典型 iPhone。两台 iPhone 我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哦，还原也说不上有多真实吧，它就是让你觉得很真实啊。真实的环境应该是要比这个稍微好看一点。玉米的这张确实感觉17 Pro Max 要还原的好一点啊。算了吧，我华为还是用它那个3.7倍的长焦来拍吧，稍微离得近一点啊，我不用那个2倍了。华为的还原其实也还真实啊，用这个长焦的话，华为的这个是3台手机里面显得最真实的啊，我从取景框上看是这么个感受啊。
而且这个距离应该是还没有触发到它的长焦微距啊。我觉得华为拍出来挺好看的。我还是再补一张长焦微距啊。iPhone 这个就4倍，然后我把软件的那个微距关了啊。朋友们，我把软件的微距关掉之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还是用主摄拍的，是主摄裁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试这个 iPhone 17 Pro Max 的这个长焦，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到底有多近啊？我要拍那个豆腐啊，到这就是用长焦的，这个根本就不是特写啊。这一张就是100毫米 f2.8，就是它的长焦了。接下来我试一下 iPhone 16 Pro Max 啊，比17 Pro Max 稍微远一点点啊，但它是5倍的焦距，所以其实那个范围是差不多的。因为刚刚17 Pro Max 我是离近的拍了一张嘛，我现在要多拍一张啊。接下来是华为啊，大概是这么个距离吧，朋友们。可以拍到这张豆腐，华为就爆杀了长焦微距。那我华为再开10倍拍一张啊，这个已经是这样子了。这张照片。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看 B 站1080p 原画直播，并且打开弹幕。3台手机现在亮度差不太多啊，那我们就放在边上来看吧。看了半个小时 B 站直播呀，我这台 iPhone 16 Pro Max 呢，后盖是有一点温热，确实。然后目前电量还有47%。华为跟14 Pro Max 后盖都没有这种温度啊，华为现在还有61的电17 Pro Max 还有54的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坐地铁了。路上呢，我们会刷信息流。现在抖音，哎呀，上午没刷好，现在不得多点刷呀？看你的。嘿嘿，哎呀，啊，你也还可以哦，看得这么认真呢啊！喜欢看，爱看。刷了10分钟抖音了，现在地铁站里了，看小红书。啊，有一点点慢呢。加载有点慢哦。看华为，华为挺快的 ，OK。你的16 Pro Max 呢？你的小红书怎么，我去，这么全是啊！啊，你在搜索美女，你真的？怎么又是他没有位置啊？上次又不是他。又刷了10分钟小红书了，现在换淘宝。我们刚刚已经在地铁上就开始打微信视频通话了，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左边的是 iPhone 16 Pro Max。这个是17 Pro Max， 这个是 Pure 80 Ultra。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置，其实它们的视野范围两台 iPhone 是差不太多的，没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华为这个就明显要写的近一点了，然后华为这个会显得感觉脸上的瑕疵会多一点啊。两台 iPhone 就会显得有一点点的美颜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吧。华为这边的前置是比较糊的，动一下的话，很明显就是华为这边会要卡一点了呀，对吧？后置的话，两台 iPhone 的视野范围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感觉这个16 Pro Max 它会显得有点绿绿的那种感觉啊，17 Pro Max 呢就会显得有一点偏黄绿的感觉，而这个华为这边有点暗沉的感觉。虽然今天是阴天嘛，但是也没有到这么的有点阴森了。然后他们的拍摄范围的话，也是华为的是最窄的。清晰度它也会相对来说低一点，而且流畅度也低一点。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要开始录像了。今天拍我们的小宝啊，他非常乖巧的站在那边了。3台手机全都能开4K 60帧，标准防抖，把他们的 HDR 都关了。大家先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取景框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呀，看到没有？主要是华为这边嘛，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整个就显得很蓝哦。它也有可能是这个屏幕显示的问题啊。现在我慢慢的向小宝走过去，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呢。iPhone 还是 OK 的啊。好，我走到这就不走了吧，要不然拍的不太一样了。大家可以看到吧，华为这个感觉是美颜有点明显啊。好，我现在慢慢的走着转圈啊。今天虽然没有阳光直射，但是其实光比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大家感觉这个防抖呢？我从取景器上看，还是两台 iPhone 的会稍微好一点啊。4K 60帧的过程中能不能变焦啊？我先试左边的 iPhone 16 Pro 啊，16 Pro Max。好 ，OK 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最高是15倍。好，再看中间的17 Pro Max。哦，也是切了。OK， 最高是24倍啊。好，我再看最右边的 Pure 80 Ultra。超广角 OK 没问题，好1倍，哎3.7倍也切了，但是好像没有再下一个什么双焦段的那个了，最多就是到20倍了。好，我们还是回到1倍啊。现在我非常快速的向他跑过去啊。OK， 现在我在跑着转圈，
好，大家感觉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现在我们做3台手机的前置录像啊。首先屏幕亮度是17 Pro Max 看着最亮啊，华为是最暗的，就显得华为这个画面有点丑了。我说实话17 Pro Max 好亮啊。2台 iPhone 的这个美颜还挺自然的吧，华为就太暗了有点。我再转一转，走一走。风很大啊，现在。对，今天风超大的。防抖的话，会是2台 iPhone 要稍微好一点啊。视频强项嘛。你是谁？我是The Shy。你又蹭，我硬蹭，烦死了。说句韩语啊。感觉好像有了温。真来啊？真的假的？不知道。现在我们3台手机准备前置自拍啊，我们先用他们普通的拍照模式，可以看到是中间这台 iPhone 啊，它已经缩成超广角了，就是它很广了啊。华为也缩了，也是广角啦，对不对？但是左边的这个16 Pro Max 就没有缩啊，它是没有自动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17 Pro Max 它是可以自动旋转的，只是它默认是不打开的，我们就不打开了。3、2、1，笑。好的，我们现在用他们的前置镜头的人像模式来自拍一张啊，中间17 Pro Max 会显得稍微有点黄啊。然后这个华为呢，它在人像模式下还是可以切换到超广角的哦，大家看到了吗？默认美颜是开的啊。今天前置我们就不多试了，因为这个天气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光线的变化这些的，我们就只拍这2张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随便拍点照，用他们的拍照模式啊，后置的拍照模式。哎，今天拍我们的新朋友啊，华为是那个默认的就是原色 Xmage 风格啊。超广角的话，2台 iPhone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这个 iPhone 17 Pro Max 的屏幕就会一直要亮一些啊。华为这个确实在这个天气下，我们今天虽然是个阴天，但其实不是蓝色的，是那种黄黄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从取景器里面看是17 Pro Max 相对来说还接近一点。好，接下来就是他们的长焦那一颗了啊。长焦微距大家不用看了，我们再用一个更长的焦段吧。iPhone 16 Pro Max 我们用10倍啊，17 Pro Max 我们用它那个默认的8倍。华为这边这个快捷按钮是10倍。OK， 合到影了。今天这个天气是有点雾雾的，我们再拍一下这个恰同学少年这几个字啊，他们的照片风格的差距还是挺大的。2台 iPhone 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从取景器里面看，感觉 iPhone 17 Pro Max 是显得暖一点的，很有可能是因为原材的区别啊。这个华为的取景框感觉已经有一点点卡了，华为感觉是卡顿会稍微明显一点的，有一点顿顿的了。对，稍微有点明显啊。可是我没感觉到有什么热量啊，这个后面，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很凉快，就风很大。长焦原生焦段就拍少年2个字吧。华为的照片就显得非常的冷啊。很不像现在这个环境的氛围啊。最后一张除了17 Pro Max 用8倍之外，其他2台是10倍啊。我们拍长沙2个字吧。即使是 iPhone 之间的对比也很明显啊，这个长焦像素的升级。华为的也好清楚，只是这个颜色显得就奇奇怪怪的了。这张10倍的成片感觉是华为的最锐利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他们的长焦来试一下了。长焦呢，就从他们的原生焦段开始，分别是16 Pro Max 的5倍，17 Pro Max 的4倍。和华为 Pura 80 Ultra 的3.7倍啊，我们就会往上面慢慢加了啊。其他时间我们就保持它们上面这个倍数的统一啊。但是16 Pro Max 最高只有25倍了，那别台能够拍更高的时候，16 Pro Max 就保持25倍吧。今天的天气是有点那种阴天的，5倍之后就是10倍，17 Pro Max 这个10倍就已经很明显的要比16 Pro Max 要清楚了。华为这个也还不错。解析力是 OK 的，我们下一张直接上25倍了，就它的极限了。25倍这个从取景器上看是华为的最清楚。好猛啊，而且感觉防抖也挺好的。也很稳啊。iPhone 这个40倍就已经不是特别的清楚了，显得华为还是明显要清楚一些的。那我们就只对比到40倍了，没有更高了。好的，我们最后一组再拍一下后面这栋楼啊，也就拍到10倍了。给大家看一下这种街景，2台 iPhone 的取景框还是会更加接近我们现在的环境的那个颜色啊。但是华为的取景器显得也还清楚挺锐利的啊。好，这里就直接跳他们的长焦了，不用那个2倍裁切了。接下来就还是10倍、8倍跟10倍啊。怎么看感觉都是华为这边显得会更清楚这个取景器的体验上，华为就是清楚，然后 iPhone 就是颜色正常。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拍后置的人像啊。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是1倍、2倍和5倍啊。17 Pro Max 是1倍、2倍和4倍，华为是1倍、2倍、3.7倍、5.6倍跟10倍，它非常多。那华为我就用1倍、2倍和5.6倍了啊。拍谁呢？
小宝吧。你不应该喊小宝啊，你年纪比他小啊，你怎么喊小宝呢？你要喊宝哥，你要喊大宝哥。他这个表情，他破防了，他又破防了。17 Pro Max 这个显得还是层次感比较好哎。什么手势？你这是我看不懂啊！大家要举报不要举报我们账号啊，举报他自己的奇怪的喊。哦，这个长焦升级完之后是确实感觉清晰多了呀。哎，我发现了一个区别了，这是16 Pro Max 啊，它这个人的周边是有点穿帮的，因为后面是那种砖瓦的线条，看到没？就是有一点那种横向的那个会露出来嘛，那个虚化。然后你再看 iPhone 17 Pro Max 也是的，但是它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大家看一下华为这个5.6倍，就没有这个情况了，这个穿帮的感觉就要少一点了。当然，这个最后的成片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拍了一会儿的人像，还有视频一些东西啊。现在我的手机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20%的电呀。完了呀，17 Pro Max 还有30的电。哎呦，他刚刚拍完，就是我从那个框子上取下来，不是22吗？怎么1分钟就掉了2%啊 ？iPhone 不就是会这种延迟吗？Q280 Ultra 还有37的电啊！现在下午的3点56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36分钟手机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2目录户外助手穿一下附近的巷子。为什么要用这个啊？因为华为它的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记录还没有适配啊。现在我们就使用2目录户外助手开始散步。好，我们先过个马路，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亮度啊。这个华为的亮度很明显是不如2台 iPhone 的呀，2台 iPhone 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吧？感觉17 Pro Max 的这个亮度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都没有贴膜啊，3台手机能看清，能看清。从拍照开始我可以接受。偷电狗，从拍照开始就一直偷。走。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做步行轨迹记录啊，我们就随便兜一兜吧。这里我们要兜一个回头路的呀。今天这个风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倒是挺凉快，但就是吹的头发有点乱了呀。我是真的觉得吹的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我还好啊，我穿的长衣长裤。现在我们要到马路的对面去啊，往那边去做我们的步行轨迹。真要被吹跑了！哇，要被吹跑了！你不是说还好吗？这里风有点大。你这发型太帅了，我靠！我们现在这个步行的轨迹啊，这样大概一看有点像一个小猫的头啊，非常的可爱啊，可爱捏。可爱吗？可爱吗？傻逼！我们导航了10分钟，现在已经来到目的地了。先看一下步行轨迹记录的起点。起点的话是华为这边会相对来说准一点，我们是从马路对面这里开始的。这2台 iPhone 呢，就全部是在这个路中间啊。我们在这走了一个回头路啊，是华为这个会比较接近我们那个路线的。兜了个圈啊，华为非常的圆。这2个 iPhone 表现长得差不多，好像。好，我们再往后是沿着这个边上走的。我们看一下地铁站，这里有一个3C， 看到没？我们是在地铁站的上面啊。怎么你们2个的这个就没了呀？我这个超直啊，一条直线。也是在上面。这上面的路怎么感觉显示的不太一样啊？就华为还没有完全适配好嘛，它是不显示那种具体的楼房的。哦。然后我们就继续往里面走啊，走到边小区那边啊。左边小区里面感觉也是华为会比较准一点我们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走的。贴着左边走的。哦，2台 iPhone 都是有点偏了。华为这个还是相对来说会准一点点的啊。我们靠左走了一段之后呢，就往右边去了，就一个斜线啊。这个斜线的话是华为和 iPhone 17 Pro Max 会稍微准一点，这个16这个底下有点太直了，它这样过去那个弧度没有很大啊。后面就一直沿着路边走，就算沿着路边走的话，也是有一点区别的。我感觉是17 Pro Max 是最准的，它这一条的位置正好是在这个路的边上的。华为这里就好像有一点要出去的感觉了。对，我这个在楼里面。你这个就一直不在这个路上了。16 Pro Max 最差这一节。穿墙啊！这一节路其实是2台 iPhone 会好一点的，因为华为这边大家可以看这个形状啊，这个形状我们是沿着这个路边走的。华为这个就已经在这个路的很下面了，这个地方是不太对的。2台 iPhone 都是会比较接近这个路线的啊。今天这个难度是比较低的啊。OK， 过马路这个地方就感觉。没有很大的区别吧。再往后吧，我们是从地下通道过来的，哎，有区别了，还是华为会比较准的，是横着这样过来的，2台 iPhone 就直接是斜下来了。对，他们就相当于把2个点连在一起了。我们就算把它放大一点，现在这个定位也是华为会比较精准啊，在我们的终点这个位置啊，2个 iPhone 都稍微往里偏了，因为我们后面就是一个这个。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反正就有很多草啊。2台 iPhone 是要稍微差一点的，那么华为是会比17 Pro Max 好一点。
最差的应该是16 Pro Max 啊。好，经过我们的步行导航记录啊，我的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17%的电。17 Pro Max 还有26的电。华为还有34的电啊，现在下午的4点21分，我们已经使用了4小时57分钟手机了。哎，好累啊！怎么还有这么多电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打车去往后湖去喝点东西啊。我们会重点关注3台手机在隧道里的表现。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3台手机全都有3D 车道级导航，他们现在的车道也是对的，还不对，两台iPhone不对，华为是对的啊。我们是靠着这个辅道的左边啊，现在进行一个左转啊。哦，华为是最先出去的啊，到后期倒是没什么大区别了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车道，我们现在在左2车道，还是华为车道是准的啊。我们现在在左2车道，我们一会儿掉个头就要进入隧道了。3台手机的这个智能省电这个功能我们都是给关掉了啊。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华为的屏幕是比较亮的呀。我们还在等这个掉头的红灯啊，这个右边的华为它突然退出了那个车道级导航了，它可能是停得太久了吧。两台iPhone没有退出来啊，抽风了这华为，这突然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喜欢休息是吧？我们移动起来，这个华为就回来了呀。这个华为怎么感觉掉完头了，华为慢一点。对，感觉慢一些啊。3台手机全都是左边车道，跟我们车道是一致的啊。3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但是只有华为显示了隧道车道定位中，多了车道2个字。对啊，但是华为率先没有速度了。两台 iPhone 的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都没有速度了。这几台手机的进度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啊。感觉他们在猜速度啊。就是在惯性导航。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弧线行驶了，左边的 iPhone 16 Pro 会准一点，它已经进入到这个弧线了。我们待会儿可以在那个岔路口看到谁是小丑啊。完了，17 Pro Max 拉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隧道了啊。OK， 左边的16 Pro Max 最准，16 Pro Max 是最准的，确实。垃圾。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隧道了。哇，16 Pro Max 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啊。华为还没进来，睡着了吧？华为一动不动，17 Pro Max 起码还动一动，都卡这了。嗯，我们的进度跟最左边的16 Pro Max 是最接近的。华为 P20 Ultra 和 iPhone 现在才进啊。哦，突然跳了17 Pro Max 呢？17 Pro Max 还搁那，我们已经出来了。它不跳，它打算慢慢走是吧？还慢慢走出来啊！我看看，我们已经进入到主路了，朋友们。哦，它终于跳了一下了。最好的是16 Pro Max 啊。我们导航了16分钟，整个导航过程中，华为的定位是最准的。在隧道里是16 Pro Max 的进度跟我们实际是最相符的，比较差的就是 iPhone 17 Pro Max， 它现在还有23的电。哎呦16 PM 还有13的电。啊13，对，这么捞啊！华为还有31的电。啊！现在下午的4点47，我们使用了5小时16分钟的手机了。遥遥领先了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使用支付宝扫一下购买的二维码。 3台手机从左至右是16 Pro Max、17 Pro Max 和 Pura 80 Ultra， 来3、2、1走。哦，是中间的17 Pro Max 比较快啊，好像是右边的华为稍微慢一点。好的，现在我们到书艺的门口来扫一下这个门口的二维码，3、2、1，还是支付宝。iPhone 其实扫的挺快的哦，已经进去了，华为还是会稍微慢一点啊。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艺商业槽里面，你为什么要拍我的腿啊？没腿啊。好的，现在3台手机呢，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啊。我们现在是准备发送了221点，还是华为这边是不需要导出的，然后它现在是4G 网络啊。16 Pro Max 已经只有10%的电了，17 Pro Max 是第2个发的啊。感觉华为这边这个导出就卡在这了，两台 iPhone 都是4G， 梁子本人未带这一块，你们根本不懂未带这一块。可以看到是16 Pro Max 已经发了很多了，它是最后发的。因为这个地方信号就是比较抽象的，老器件老当益壮啊！华为这边的进度卡在了美腿这一块。好，16 Pro Max 已经发完了，是第1个发的，它是最后一个开始发的，但是第1个发完的。啊，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4G 网络，这里4、5G 会乱跳的。P280 Ultra 和17 Pro Max， 我感觉有点不分轩轾的感觉了。感觉17 Pro Max 更快一点啊，马上要加档了。哦，华为最后，它刚刚怎么停了一下？它怎么停了一下？哇，华为先发完了。哦，哇哦！这最后突然反超了。我们现在准备下载300兆视频素材，3台手机现在全都是4G 网络啊。中间的17 Pro Max 也提醒电量低于20%了。哇，华为有点遥遥领先的感觉。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华为的屏幕亮度是肉眼看起来最高的。在室内照是吧？有什么用啊？看着爽啊！华为这个不喜欢在户外啊。
哎，华为现在已经没有进度了，它切换到5G 了，其他2台 iPhone 都还是有一定的速度的。哦，它又开始了，华为能不能飙起来啊？现在2台 iPhone 都下的比华为多嘞。完了，中间的 iPhone 17 Pro Max 现在是5G， 它好像开始飙了，朋友们。哎，不都说中间信号会差点吗？被两边夹住了，影响信号。它现在下的最多，它就要下完了啊！就什么叫左右逢源呢？你哪来这么多词儿啊？好，嫌我话多是吧？谁是 Irish， 谁是艺人就看出来了吧？有2个人一直不说话啊，喝奶茶是吧？在那边。他妈什么都看不到，我收个鸡嘛。好的，中间的17 Pro Max 已经下完了，其他2台都还没到200兆呢。好的，最后时刻华为好像飙起来了。OK， 华为下完了，比16 Pro Max 稍微快了一点点，大概3秒钟啊，但是远远都落后于这个17 Pro Max 啊。远远。下完视频素材之后呢，16 Pro Max 是8%的电啊，这个17 Pro Max 是19%的电，华为还有26%啊。接下来干嘛呢？该打10v10的王者，打10v10王者荣耀了。3台手机都是60帧加上最高的画质，看一下亮度吧先。华为比较高哎，稍高一点点吧。怎么现在你们开始偷亮度了？啊，不一叫了。点点。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3台手机都是开了1半减1格的音量啊，我在这边环绕立体声啊，好大呀，这3个手机的声音都。好大呀！你又搁这比比啥呢？你又搁这比比啥呢？好大呀！达到3分54秒啊！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有短暂的这个网络延迟，掉到了360。对，我刚看到黄色和红色了。对，360的延迟啊。你没有问题吗17这个没问题啊，都是绿的。华为当然没问题了。怎么是你搁这有问题呢？我确实刚刚看到了，只是没拍到啊。哎，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很玄学吧？短暂的网络波动啊，又是跳到了180多。现在又黄了。又黄了，就搁这跳呢。哎，不稳定啊，用着好难受啊。啊，你也是黄的，2台 iPhone 就搁这黄，你没问题吧，华为？妈的，我用 iPhone 的屁事就是多。黄的总比绿的好啊。打了7分钟啊，我这台 iPhone 16 Pro Max 的网络表现可谓是一言难尽啊。又是红又是黄的，然后呢，电量现在就剩4%了呀。17 Pro Max 帧率也没问题啊，它红黄了2次，60帧。时间加起来可能有30秒吧，它现在还有16的电。华为还有22的电啊，游戏过程中没有这种问题啊，毕竟这么低的负载，我说实话，有问题都是屎啊。第2把10v10我们打了1分钟，华为大概卡了能有20秒吧，有几秒钟的黄色，剩下时间全是红，人在自动动啊。那你们俩有问题吗？有问题就是屎啊！有问题就是屎啊！我们俩目前没有任何的网络波动啊。不是针对手机和手机厂商，是针对这个对针对人啊，这个对人不对事啊。是的，是的，已经460了呀，现在是130的延迟，电量目前还有1%，我估计2分钟之内吧，就闭掉了，好吧？好的。17 Pro Max 期间呢，你看偶尔会弹向黄的。华为一开始网络状态很差，后面就是偶尔变黄吧。现在华为还有20的电啊。你还有多少？我还有14。16 Pro Max 已经占到了个位数的帧率啊，短暂的跳了一下，现在我感觉它应该是要没电了，马上就要没电了。哦，非常卡，非常卡，现在帧率19，非常卡34帧 ，no， 马上要结束了吧？马上结束了，马上结束了，22帧， 33帧，33啊啊，打完了，打完了，你还没嘎啊？没有嘎掉啊？又是打7分多钟啊，这绝对要关机了，应该是要关机了吧？很卡了，要结束了，结束了，记了。OK， 好，用了5小时54分钟之后呢，现在华为是还剩19的电，16 Pro Max 已经没有电了，17 Pro Max 还有13%呢。摸一下后面烫不烫吧？2把王者，但是也只打了15分钟，你把壳摘了呀？这个挺烫的嘞，这个16 Pro Max 啊，有一定的温度，不至于到烫手吧，但是有一点烫哦。华为很明显是没有16 Pro Max 烫的，17 Pro Max 跟16 Pro Max 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吧？你看，我就说樱木没有我烧吧。第2把玩荣耀10v10呢，我们也只打了7分多钟啊。这个华为的表现，网络表现很糟糕啊，经常变黄甚至变红，打得很难受啊，真的没什么问题。这一把17 Pro Max 的网络没有出现红色，但是黄色挺频繁的。我下班了，在我的16 Pro Max 关机之前啊，它的整体的网络表现不尽如人意，温度表现呢也是这3台里面最高的，很烫手啊。有可能是因为没电了导致的。我们前面2把都只打了7分多钟啊，所以我们再开一把王者荣耀10v10。刚开局1分钟左右，我这个17 Pro Max 一直在黄色交替啊，你看都是100左右
绿色延迟也很高。华为就黄了一下下，大部分时间都是绿色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终局之战了，这把游戏2台手机整体网络都不是很好，经常会红黄一直波动啊。它绿的时候都有90多，你看到没？看到了。啊，你黄的，红的，黄的，红的，这都不太行哦，这个网络。动不了，你卡了多久了？动不了，一直在卡。你看，你搁这一直460呢。怎么动？442，哇，一直是红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啊。OK， 你的呢？华为你也是一直是红的，的，你也一直是红的。半斤八两吧。这把游戏打了15分47秒，反正这一整局都是这种2台手机的网络波动都不是很好，尤其是在终局之战的时候，我这台 iPhone 它基本是一直是红色的情况。华为也差不多吧，都很差。现在华为还有12的电啊。哇 ，iPhone 只有5%了。OK， 现在是下午的5点47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6小时15分的手机了。刚才打完游戏啊，我们现在在户外看一下20分钟的 B 站视频，刚好看一下弹幕，好吧4K 60帧，它就在旁边扭动它的大胃袋。现在这个 B 站视频已经播放了12分钟了，但是明显这个华为啊有3次的卡顿呀。你一直在看弹幕是吧？对，我一直在看弹幕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进度啊，华为是11分04啊，这个 iPhone 是12分24，对，所以就卡了1分多钟啊。对对对，是的。适配的问题，适配的问题。又是适配的问题了。我帮他洗一下。不叫了吧？就是适配的问题了。叫不了了吧？华为这里网肯定好，它可能是这个 B 站这是 B 站的问题，解码对哦 B 站的问题，软件的问题，嗯，对，一定不是华为的问题，好吧？懂就好，懂就好。啊，你可以不要说话了，你闭嘴。好的，朋友们，我们看了20分钟 B 站46帧视频，现在17 Pro Max 还剩3%。华为还有7%，有一点小慌，差距不大啊。开始慌了呀？剩下的电我们就打微信视频通话吧，看看能不能让我反杀一下呀。你这个不是干完活之后才掉电吗？你还怎么反杀呢？我一直不熄屏，它就不掉电了。这个华为啊，它只要涉及到使用摄像头的这个部分呢，它的屏幕亮度就会比较低一点啊，所以我刚刚给它拉高了一点了，而且鸿蒙5.1的这个还是没有修复啊，一直就没有修复。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屏幕使用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加22分钟，就是今天的屏幕使用时间了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谁会先关机，也华为6%。17 Pro Max 2%了，打了快13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耶！iPhone 没电了哇！哦，iPhone 我们刚刚想说先1%的电和2%的电，现在华为是2%的电啊 ，iPhone 正好没有电了。哎哇，这里也没了。 30秒有哇那！个模式直审吗？没有模式终于没了，没有模式一级模式，你的是一级模式可以用很久啊，6小时50分钟2小时50分钟已经还不错吧？已经可以了，但是他们今天王者的那个负载是要低一些的，只有60帧啊，进了，不能进去。低电量模式啊，华为正好进入了应急模式了，朋友们。但是你退出就关机了，你现在对相当于没了。可以加软件进去用的呀，没关系啊。行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让他们给你们总结一下啦。好的，朋友们，就由我今天这个最先下班的 iPhone 16 Pro Max 来总结一下呀。我这台的续航是5小时54分钟，哎，最差的，我第2台专机6小时50分钟 OK 我还比较满意。哎，对比上代也是提升了接近1个小时啊，快要接近安卓机去年的水平了，非常棒。可以闭嘴了。P280 Ultra 当时只有2%的电了，虽然那个什么超级省电模式，估计也就7个小时左右的续航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表现。我这台16 Pro Max 首先在刚开始的步行导航里面定位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在后面呢有一段时间的延迟啊是非常高的，屏幕亮度是比较激进的。隧道里面的车道导航啊，它是最符合我们当前的一个位置和一个行进路线的。除此之外的话，表现中规中矩啊，就是 iPhone 的一贯水准，有些拉。17 Pro Max 今天的亮度是非常的灵敏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跟16 Pro Max 是一样的。但是说你把手机直接冲着天的话，它亮度会提起来非常快。它今天在书一烧仙草里下载的表现，我真的是没想到，直接把 P280 Ultra 和上一代的16 Pro Max 直接给干爆了呀！但是在那个厕所里，16 Pro Max 和17 Pro Max 就全军覆没了。没想到华为的表现那么好，这有什么想不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测的 iPhone 17表现也挺好的呀，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就拉了呀？由于现在的王者还没有适配好，它今天只能打60帧加最高画质，也看不出什么掉帧。但是在那个环境很复杂的烧仙草里面，它的网络表现就不是很好。但华为表现也一样，基本就是轰慌在那波动。而且我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3台手机，首先我们今天最高温只有19度，还有就是我们今天4把王者全都是60帧加最高
高的画质，所以呢，这个负载其实是要比我们从去年开始测的负载都要低很多的。像去年 X200 Pro， 包括小米15 Pro 和荣耀 Magic 7 Pro， 它们都是120帧加最高的王者荣耀。所以今年这几台手机的续航时间是看上去要长，实际上是不一定的啊。实际上是有点虚的啊，更别提有的手机达的甚至是120帧的进程。你们能不能把话筒给我？最后的胜，我还没说完呢。你他妈，你要说什么？我今天的发热表现也远比16 Pro Max 好啊。确实，但很可惜，今天是个阴天，没有什么大太阳直射的环境，不然我肯定再能爆杀这个16 Pro Max。难道不应该爆杀吗你？不是加了那个均热板吗？发热好是应该的呀。你这个为什么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一表现正好的。你的发热不也就跟我这个华为差不多水平啊？你在装什么？那么最后就是我这个华为 P280 Ultra。这个最终的胜者啊，来总结一下，今天它表现非常好的就那个厕所嘛，它的联通跟电信都能用啊，至少是打电话吧，还发消息吧。带着 iPhone 16 Pro Max 跟17 Pro Max 去拉屎，你没带纸，你就用手吧，好吧？这说明什么啊？说明华为用户就是爱拉屎啊！这不是我说了，华为还有一点表现非常好啊，就是它的步行轨迹之路啊，它的精度比较准啊，不会像另外两台手机就是强制的把两条线连起来啊。说明华为非常人性化，能够考虑到用户在拉屎的时候这个焦灼。哎，你滚吧！为什么又拉屎了呀？还要上午在那个网络比较好的地方啊，不管是上传视频还是下载那个1G 的文件，都是华为遥遥领先啊。但是在那个信号比较差的数据上草，它的表现就挺一般了。跟16 Pro Max 是几乎一样的，还是比它好一点了，好3秒啊。至于华为今天的这个亮度表现呢，我觉得表现还行吧，主要它这个亮度策略没有两台苹果好啊。它在涉及到摄像头以及在经过音量数的地方啊，它的这个亮度会很迷。总结啊，偷电狗！你妈的，你一个输家最先关机的，在那里怎么一直在这里找画面亮度啊？还是比较激进的呀，这个 P280。总之16 Pro Max 完全不推荐啊，要买也是买17 Pro Max 好吧？电机小子。华为今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就是它的暗装扫码真的非常的屌啊！扫码真的厉害，简直就是暴杀其他两台 iPhone。之前大家不都说 iPhone 的那个扫码快吗？怎么回事呢？那 iPhone 在亮装没了呀，在亮装扫码还是可以的，暗装就张小龙的问题好吧？再优化一下。暗光这个华为简直就是夜视仪啊，看得非常清楚那个二维码。那么至于拍照的部分呢，我们就交给大师来总结吧。这三台手机的拍照也比较好总结啊，因为硬件是有一些差距的，但还是比较接近的。16 Pro Max 的表现大家都很清楚了，就那个5倍对焦距离也很远。哎，没想到17 Pro Max 它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的长焦，依旧没有长焦微距啊，那个距离也还是挺远的。但是因为像素的提升，所以它的整体的清晰度是要好很多的。我可以说大概赶上了2-3年前安卓的水平吧，就是5000万像素或者4800万像素那种长焦的水平啊。但我觉得依旧打不过 Pura 80 Ultra，而且 Pura 80 Ultra 是有一个一镜双焦段的。在那个10倍下啊，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华为的解析力是要好很多的，更高的倍率就更好了。至于华为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长焦微距非常的强啊，但是到录像的环节呢，这个华为就有点干不动了。iPhone 还是有它的传统强项的，三台手机都是能在拍摄4K 60帧的时候切换镜头的，但华为呢，它是一镜双焦段。它在录4K 60帧视频的时候，其实是无法切到所谓的另一个光学焦段的。前置的话有点没法打啊，就两台 iPhone 很厉害，最厉害的肯定是这一次重点升级了的17 Pro Max 啊，无论是智能程度还是画质，还有微信视频通话的清晰度和流畅度都是它是最好的。华为呢，因为系统的关系吧，可能就会稍微差一些啊，而且那个画面确实挺糊的。以今天 iPhone 17 Pro Max 表现来看，它还是不错的吧，但是它有一些软件，比如说王者什么还有10倍好。那过几天呢，我们还会拿它跟小米的新发布的机器比一下，看看它优化好之后的实际表现会是怎么样的了。那小米要是没适配好怎么办呢？那这是小米的问题了，我不管了。那好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及时关注离线玩家。好嘞，不要忘了一键3，我说过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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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忘了一键3连啊。OK，溜吧，下雨了。